又希望建立中美领导人热线，又要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美国这些言论是否说明美国的抗争耐力已经快消耗完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呢，美国人面对中国的态度挺复杂的，看上去相互矛盾的各种信息、各种行为，给人感觉就好像是野生动物一样，具有多样性。那你看，美国人有些言行特别有攻击性那有些态度又显得是急于缓和中美关系你像攻击性的，最典型的就是在科技发展上制约中国发展，一直没有停，今天限这个，明天限那个，这种事儿一直干个没完。在新疆等人权问题上的干涉呢，也是一直的不停，又要开始宣布制裁中国的某些企业。特别是美国的舰艇、飞机在台湾周边的一连串的活动有人说这是切香肠，不断向中国施压，不断的向台独提供一些个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反复强调了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就是言行给人感觉特别的不一致。而最近呢，美国放出几个风声呢，又表现出一种要跟中国坐下来好好谈谈那个态度了。一个呢是放出风声说，副国务卿要到中国来访问一下，说呢原来没有计划去中国，但是呢这个行程可以随时改用他们那个白宫发言人的原话讲话，就是国务院很擅长根据需要添加东西，只要你中国人愿意谈，我们可以调整计划去一趟，把这个访问中国作为整个亚太行程的最后一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希望推动两国领导人会晤。白宫16号直接表示了，未来拜登将寻找机会与中国领导人见上一面。美国国务院一个高官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他说能不能谈出什么成果，都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说明他也知道谈好了不容易中国的立场很坚定，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但是还说了，如果这是实质性重要的工作，华盛顿重视，愿意与北京合作。这话说得好客气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真正是实质性的重要性的东西，华盛顿可是经常不合作的比如台湾问题、台海问题。还有就是呢，美国最近说打算推动建立一条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便于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商讨。一般呢，建这种最高级的热线电话都是灭火用的。你看，中国和美国两国这个军队已经有热线电话了，是来避免误判、避免冲突的。而这次干脆要把这个热线建到两国领导人之间，这个级别更高了。当然，冷战中呢，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就是为了不至于真的引起核战争嘛。那是当年各大国领导人建立热线，用这个方式呢来交个底儿，关键时刻告诉对方，我实际要的结果是什么，你实际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对外怎么说是一回事儿，我们内部搞清楚对方的这个底线之后，该怎么各退一步就各退一步。你看这个著名的古巴危机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美国退了一步，在土耳其导弹撤了，苏联也退了一步，在古巴导弹撤了，所以双方吵完一架之后各留面子。所以呢，不难看出来，美国以前那些手段呢，美国现在也发现了，对中国连续施压好像用处真的不大，不仅没有用，还把中国给激发出了一种新的斗志，让中国更警觉，而且呢，中国的能力不断增强之后，对抗也更激烈。所以现在美国也感觉到，也担心跟中国这种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有可能会失控。轻的话就是让中国发展起来，让美国失去遏制能力；要是重的话，弄不好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呢？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那个损失起来，美国觉得自己的损失恐怕无法控制，所以必须要做好风险管控工作了。大家都知道，美国说到底是一个商业集团控制政府的国家，而商业集团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利益。任何风险都必须是为了利益服务，一旦感觉到承担的风险太大了，大到超过了可能获利，那么就必须要有相关的措施去缓解风险，这是商人的本性。其实美国最近的情况也说明了，即使不发生战争，美国经济上承受的压力也是一个没法承受的巨大风险，受不了了。前2天你看美国一个华人登出一个消息来，他在美国购买一个汉堡包加一瓶普通的水，就这么一点点东西，汉堡包加水加上税费再加上服务费，这一套简单的东西在北京多少钱？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大型超市猫里边要了他30美元，就是物价飞涨，美国老百姓也受不了了。所以有可能美国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个从对抗中体面下台的台阶，
而且呢要体面下台，面子不丢。美国当然希望中国配合一下呢，一方面需要中国配合一下，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保持一定的军事行动，展示实力，再保持一些高层接触，就是看上去给人感觉美国是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明确的让步、投降、低头，但是呢台阶也要走下来。所以那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态度，那些个行动都会一起表示出来，一方面撑场子，一方面往后缩。就是说握手的时候，美国人也得保持一下傲娇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握手中的傲娇已经不见得是演给中国看的，包括怎么让军舰挑战西沙，包括怎么让飞机从台湾上空飞一下或者落一下，很大程度上这都已经不仅仅是给中国看的，而是要给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友一个姿态，证明美国还没有没落，还敢在中国面前横一把。说到底，就是他一边走向破落的时候，一边还要告诉别人，我吃一份炸酱面还能配上8个菜。好，关于美国的一系列外交行动，说明了美国的战略底线到底画在哪里。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